同学聚会，女人喝得烂醉如泥，闺蜜扶她到酒店休息。可当女人让她帮忙打电话叫丈夫来接她时，闺蜜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，随后直接关掉了手机。女人万万想不到，这场聚会竟会将自己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。苏黎和陈涛结婚已有3年，却始终没能怀上孩子。尽管丈夫陈涛每日服用中药，但苏黎的肚子还是一直不见动静。3年的备孕让夫妻俩精疲力尽，而他们不知道，一场危机正因此而悄然靠近。许玲丽是陈涛的同事，也是苏黎的大学闺蜜。3年前，许玲丽把苏黎介绍给陈涛，机缘巧合之下成就了他们的婚姻，而她自己则把对陈涛的爱意藏于心中，至今单身。3人还是跟以前一样亲密无间，小两口的婚姻生活在许玲丽的面前毫无秘密。然而夫妻俩丝毫没有察觉，这种关系正透露着危险的气息。这天，许玲丽和苏黎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苏黎的前男友周达也来到了现场。四目相对的一刹那，两人正在了原地，似乎本该尘封的往事又开始流连于眼前。一旁的众人也开始起哄，纷纷给这对昔日的老相好劝酒。虽然两人都已成家，但架不住众人的热情，喝起了交杯酒。许玲丽继续煽动气氛，众人当晚痛饮千杯。但苏黎和周达都想不到，这个看似平凡的夜晚，竟会把两人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。聚会结束后，同学们各自离去。许玲丽将烂醉如泥的苏黎和周达搀扶进了酒店的客房中。她接过苏黎的手机，准备通知陈涛过来接苏黎回家。以后你喝多了，我照顾你。听到周达对苏黎一真一假的一语后，许玲丽的手停住了。下一秒，她竟然直接将手机关机，并把苏黎推进了周达的怀抱，还拍下了照片。也许是蓄谋已久，也许是一刹那的邪念，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陈涛抢到手。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，导致两个家庭走上了支离破碎的道路。见苏黎整夜未归，手机也一直提示关机，陈涛焦急不已，只能打给许玲丽。许玲丽却告诉陈涛，苏黎仍在和老同学们痛饮，他没有立刻实行自己的计划，而是准备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亮出手中的照片，一举摧毁苏黎和陈涛的婚姻。次日清晨，周达从衣冠不整中醒来，以为自己酒后乱性，对苏黎犯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。但苏黎却十分平静，他告诉周达昨晚无事发生，说完便前去上班，留下了呆若木鸡的周达。苏黎以为这场意外会就此翻篇，但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样简单。在夫妻俩的努力下，苏黎终于如愿怀上了孩子，两人便找来许玲丽，准备大肆庆祝一番。在饭桌上，许玲丽趁着苏黎离开的功夫，刻意告诉陈涛，周达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同学会，还和苏黎交谈甚欢。陈涛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他原本还沉浸在快要当父亲的喜悦中，却因为许玲丽的一句玩笑话陷入到恐慌之中。再回想起那晚苏黎一夜未归，他开始怀疑妻子是否真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就这样，陈涛开始一步步踏入许玲丽的陷阱中，却浑不自知。陈涛无法摆脱心中的疑虑，开始对苏黎旁敲侧击，却始终得不到正面回答。他找到许玲丽，在逼问之下得知苏黎和周达当晚共处一室。许玲丽称当时自己喝到断片，对之后的事也是一无所知。陈涛顿时怒不可遏，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怀疑。陈涛，你要相信苏黎，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许玲丽假惺惺的以好言相劝，但陈涛此刻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，被许玲丽的三言两语激起了风浪。陈涛和苏黎看似美好的婚姻，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。而这时，一条意想不到的信息彻底激化了夫妻之间的矛盾。陈涛收到一张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，俨然是苏黎和周达同床共枕的画面。他立刻陷入到崩溃之中，自己的怀疑果然成为了现实。苏黎到家后，陈涛向他质问这一切。苏黎本问心无愧，但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才对陈涛隐瞒当晚的事。如今面对来历不明的照片，她只能无力地抗辩着，祈求丈夫看在腹中胎儿的份上相信自己。
孩子，你也好意思跟我说孩子？你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。陈涛一怒之下摔门而去，伤心欲绝的苏黎拨通了许玲丽的电话，想让她帮自己劝说陈涛。殊不知，这个举动是在加速自己婚姻的灭亡。自己对妻子百依百顺，到头来却遭到对方的背叛。苦闷不已的陈涛只能在饭店里借酒消愁。当晚，许玲丽护送醉倒的陈涛回到家中，看着不省人事的陈涛，前尘往事浮上了许玲丽的心头。当年许玲丽作为实习生入职，被分配到了陈涛的麾下。随着日渐相处，许玲丽对陈涛产生了好感。生日那天，许玲丽邀请陈涛到家中做客，并欲抓住这个机会向陈涛告白。不料话还没说出口，室友苏黎突然冲到了他的身边。彼时苏黎刚刚和周达分手，泪如泉涌地向许玲丽哭诉。陈涛也因此结识了这个纯真率直的姑娘，并迅速和她坠入了爱河。许玲丽心有不甘，本来是自己先认识的陈涛，却被苏黎捷足先登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开始等待时机，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此时，陈涛和苏黎的冲突愈演愈烈。陈涛的母亲对这个儿媳妇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两人怀疑苏黎肚子里怀的是周达的种，便决定等孩子出生后就去做亲子鉴定。丈夫的羞辱和婆婆的不信任，把苏黎推到了绝望的顶点。负气之下，苏黎选择了离婚，独自搬出去居住。从表面上看，苏黎是因为出轨才离开了陈涛，但实际上夫妻二人早已存在间隙。陈涛占有欲太强，始终对妻子缺乏信任，在他的控制之下，苏黎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。他认定那张和周达的同床照片也是陈涛派人跟踪偷拍的。虽然以后只能独自抚养孩子长大，但想到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苏黎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。然而就在他以为夫妻俩就此缘尽时，一个更大的意外接踵而至。和苏黎离婚后，陈涛终日埋头于工作之中，以此来麻痹自己。许玲丽也趁此时向陈涛发起了攻势。夜晚，两人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加班。许玲丽一点点吐露出埋藏多年的心里话。这些年来，她见证了陈涛和苏黎由相识到相恋，再到步入婚姻殿堂，也等到了如今的分道扬镳。我想对你说，这几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的话。陈涛，我爱你。两人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在深夜的办公室里缠绵悱恻。许玲丽本以为能就此和陈涛修成正果，但她不会料到，自己处心积虑偷来的爱情也是暗流涌动。为了巩固自己和陈涛的关系，许玲丽想到了另一颗可以利用的棋子周达。于是她告诉周达，苏黎怀了他的孩子，并因此离了婚。周达果然中计，赶忙找到苏黎，想要对苏黎和他肚里的孩子负责。但苏黎不想破坏周达的家庭，打算独自承担后果。但出于责任心和愧疚感，周达始终无法对苏黎坐视不管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自己的秘密竟在无意之中被妻子发现了。周达家在家庭和苏黎之间十分痛苦。许玲丽趁机约见周达，在他的蛊惑下，周达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准备让许玲丽转交给苏黎。正当许玲丽伸手去接时，埋伏在旁的妻子突然冲上前来。他以为许玲丽是插足他婚姻的第三者，立刻和他扭打在一起。得知真相后，妻子无法容忍周达的背叛，将他扫地出门。无家可归的周达只能把苏黎当成唯一的归宿，而苏黎这边也不好过，流言蜚语传到了娘家，就连父母都对他恶语相向。就这样，两个被唾弃的人慢慢走到了一起。虽然苏黎不承认，但周达始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。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苏黎，久而久之，苏黎甚至已经忘记了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，有这样一个人对自己不离不弃，苏黎无比感动，也全身心地接受了周达。但当两人开始谈婚论嫁时，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。数月后，苏黎顺利诞下一名男婴。许玲丽来到医院来看望他，却遭到了苏黎的冷眼相待。原来在分娩前夕，
苏黎在商场里目睹了陈涛和许玲丽出双入对的身影，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开始怀疑自己和陈涛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是因为这个好闺蜜在从中作梗。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跟他离婚？说漏嘴也是故意的吧？许玲丽也没有继续伪装，说是苏黎犯错在先，自己不过是顺水推舟。两个好闺蜜撕破脸皮，就此分道扬镳。苏黎出院后，和周达手忙脚乱地带着孩子，时常感觉力不从心。两人本来就是因为孩子才在一起，已经找不回当年的感觉。幸好孩子生得健康可爱，多少给两个人蒙灰的人生带来一丝光亮。但幸福的日子很短暂，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周达从孩子脸上却找不出丝毫自己的影子，这引来了许多闲言碎语，也让周达的心里十分不安。更让他难堪的是，周达去托儿所接孩子时，值班老师见他与孩子长得完全不像，怀疑他并非孩子的父亲，竟将其直接拦在门外。我真是没有爸爸，你们要不信，你们把孩子叫出来，看他是不是叫我爸爸。叫你一声爸爸，你也不一定是孩子的爸爸呀。你这话怎么说的啊？周达一怒之下把苏黎叫了过来，这才化解了争端。苏黎不忍周达如此难堪，心里对他的愧疚愈发强烈，于是主动提出去做亲子鉴定，却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将这个好不容易组建的家庭推向了破碎的边缘。因为出来的亲子鉴定书上赫然写着，周达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。一瞬间，周达犹如五雷轰顶，但这结果却都在苏黎的意料之中。我一开始就说过，同学会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而那张毁掉两人生活的床照，他仍然不知道从何而来。冷静下来后，周达没有责怪苏黎。这1年多，我对你们俩的照顾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在三思所之下，两人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陈涛。而陈涛此时和许玲丽相处已有2年，许玲丽一心想要结婚，但总是被陈涛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，这让许玲丽十分不悦，怀疑陈涛心中对苏黎还有所留恋。两人也因此发生过数次摩擦。这天，陈涛无意中看到苏黎在朋友圈中晒出的亲子合照，一时之间难以移开目光。许玲丽见陈涛如此着迷，顿时变了脸色，两人再次爆发了争吵。直到陈母回到家中，及时制止了他们。可两人离开后，陈母却看到了陈涛手机里的照片。这谁家小孩啊？长得这么乖，怎么有点像陈涛小时候呢？陈母万万没有料到，自己的无心之言竟会一语成谶。当周达他们找到陈涛说明情况后，陈涛起初并不相信，但在做过亲子鉴定后，才确定孩子是自己的。这也让本来已毫无瓜葛的两个家庭再次卷入到恩怨是非的漩涡中。陈母沉浸在当奶奶的喜悦中，就孩子的归属问题和苏黎进行了谈判。陈母本想动之以情，但苏黎和陈涛却早已无法心平气和的对话。谈判在激烈的争吵中破裂，双方最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陈涛患有生育困难，因此孩子的抚养权他是说什么都不能放弃。而通过和陈涛的交谈，苏黎意识到同学会当晚的照片正是许玲丽偷拍并发给陈涛的，他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想到这里，苏黎对周达更加愧疚。他知道周达始终在强颜欢笑，两个人不过只是在搭伙过日子而已。他不愿周达再白白耽误自己的人生，于是正式提出了分手。周达亦是坦然接受，但他对这段时间的无私付出没有感到丝毫后悔。当周达离开苏黎的家门时，陈涛的家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故。陈涛把所有心思都集中在了孩子身上，完全把和许玲丽的婚事抛在了脑后，甚至还背着许玲丽独自购买儿童用品。许玲丽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，大为不满，竟不小心走漏了心声。要不是当初我发了他俩的床照给你，你还不愿意离婚是吧？许玲丽自觉说漏了嘴，急忙找了个理由隐瞒了过去。陈涛也没有继续深究，但许玲丽却愤怒地找到了苏黎。当初是我先爱上陈涛的，我准备跟他表白的时候，你突然跑回来。现在我要跟他办结婚手续了，你又突然说孩子是他的，
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总要跟我作对？一阵激烈的争吵后，许玲丽没有讨到任何便宜，只能悻悻地离开了。但她回到家后，竟一反常态，表示支持陈涛争取抚养权。陈涛对女友的转变无比欣慰，以为许玲丽想通了一切，哪知她是别有用心。看来要抓住这个男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孩子。陈母抱孙心切，始终没有放弃劝说苏黎，但都被苏黎一一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请求将孩子带回家中半日。一家人见到日思夜想的孩子，全都喜笑颜开。许玲丽也为今天的到来做足了准备。然而当她正要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孩子在接触到许玲丽的一刻，立马放声大哭起来。陈母听到哭声后，一把夺过孩子，并愤怒地责骂起许玲丽。就连一旁的陈涛也厉声斥责她不会带孩子。许玲丽顿觉万分委屈，自己对孩子没打没骂，就莫名遭到了母子俩的白眼。她想要据理力争，却被不耐烦的陈涛一把推倒，磕破了头皮。许玲丽的心顿时凉了。而当苏黎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接孩子，看着饭桌上三人宠爱孩子的场景时，许玲丽心中更是涌现出深深的无力感。自己为了拆散陈涛和苏黎是机关算尽，没想到到头来终究还是个局外人。心灰意冷的许玲丽离开了陈家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苏黎竟然选择了原谅自己。尽管许玲丽害得苏黎身败名裂，但苏黎也因此看清了陈涛这个多疑又没有担当的男人。许玲丽感慨万分，对之前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。她通过短信郑重地向苏黎道歉，承认自己出于嫉妒之心而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。但通过这次风波，她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多余的人，就算和陈涛结婚，恐怕也走不到最后。与其将来与争吵无休止的纠缠在一起，不如现在退出成全你们一家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苏黎和周达虽已分开，但再次遇见之时仍会笑脸相迎。周达也一直没有放弃回到苏黎身边，尽管他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。而陈涛母子对赶走苏黎的事则悔不当初，他们不住地向苏黎赔罪，希望能挽留住苏黎和孩子。但当周达遭到前妻的奚落时，苏黎果断地站到了周达的身旁。孩子的父亲只有一个，他就是周达。董总。说完便拉着周达离开了。然而这也只是逢场作戏。互道珍重后，苏黎在周达落寞的眼神中独自走向了远方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